我们到芝加哥机场啦。我们等一下还要转机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机场。啊，走好久，走到1:18了。现在是早上8点半，我们到纳什维尔机场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拿车。这个就是我们租的车。等一下我们要跨州，开2个小时的车，去肯塔基州的猛犸洞国家公园。猛犸洞国家公园位于美国肯塔基州的西南部，成立于1941年。而在198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，这里也是我们国家公园之行的第35站。我们现在到游客中心啦，一样要去买贴纸跟打卡。耶！打卡成功。这里有一个各州周期让人家捐款的一个，很可爱耶！你看，这边就是亚利桑那州啦。这个就是目前挖掘出来的猛犸洞穴的样子。他们现在已经挖了600多公里了，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洞穴。这些鱼类因为长期生活在不见天日的那个洞穴里面，所以它的眼睛已经都退化了。这边挖掘出来的鱼跟虾都是没有眼睛的。我们今天在猛犸洞有参加2个导览行程，一个是1点15分，一个是3点45分。但我们比预定的还要早来很早，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 trail 可以走。这边有2个短短的 trail 是可以自己走去的，我们先上去看看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出大太阳。哇，你看绿树都刚发了新芽，一片绿油油的，哎，很舒服。哎，这里发现有蝴蝶，好漂亮的蝴蝶哦。前面这个木栈道啊，很有诗意，像走在画里面一样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步道啊，名字叫做老导游公墓。这个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公墓啊，埋葬的是19世纪一个很有名的非洲裔洞穴的导览员，他叫做 Steven Bishoff， 感觉就像现在的国家公园的 Ranger 一样吧。就是前面这一个，然后旁边这个是啊，在猛犸洞结核病洞穴治疗实验中死亡的3个肺结核的病患，他们就埋葬在这里。在1842年的时候，在开始洞穴导览前啊，要先在这里集合，Ranger会交代一些注意事项。我们要走去第1个洞穴啦，这个是下午1点15分的历史之旅。听说这个天然的洞穴非常的巨大，哇，好期待哦！这边就是历史步道的洞口啦，这个洞口非常的著名，你看上面还有水流下来，然后我们刚买的贴纸的封面就是这里，几乎所有的猛犸洞的象征都是这个洞口。猛犸洞国家公园保有世界上已知最长的洞穴系统，人类大约在4000年前首次进入猛犸洞。洞窟里面迂回曲折，目前已探明的总长度超过643公里，可说是世界级的洞窟宝藏。且由于地下溶洞非常错综复杂，为了防止游客走失，只允许由导游带领游览。哇，这边真的是很大的地下洞穴。这都是天然形成的，这都不是人工挖出来的。猛犸的意思是巨大的意思，猛犸 cave 就是巨大的洞，目前底下有3层。
大概里面还有3条河流，还有7个瀑布，目前还在挖掘中。那这个石棺，那个导游会说，你有没有看到它会动？刚刚真的有一瞬间觉得它有在动的感觉。这个石头上面都会有刻了很多字。这边还有一个1839年。哇，这边就要弯腰。这里也都写了很多字。哇，这边就是水一直从上面滴下来。哇，都一直滴水。哇，这里真的很矮。哇，这下面是无底洞。哇，还有水声啊！到啦，就是这里，这里就是最有名的胖子的痛苦。这边通路真的很窄，要侧身才能通过。然后加上弯腰才过得去，不过还蛮有趣的，大家都走得很开心。你看这边，等一下要爬这么高的阶梯上去。哇，这个就是猛犸洞圆顶哎，它的高度有59公尺，所以等一下要爬155个阶梯才能到圆顶上面。哇，真的很壮观哎！你看那个流下来的水，就跟瀑布一样。你看这个水一直流哎，那个水一直到现在还一直流，有看到吗？那个水一直流动。这个洞穴啊，当时美国跟英国在独立战争的时候，这边就是美国用来开采硝石的地方啊。硝石可以用来做火药。它采完硝石，在肺结核肆虐的时候，这边也被用来当做肺结核病人隔离的地方。它的空间大到可以来当野战医院的肺结核的隔离病房。你看这边有一只蝙蝠，这边也有一只。对呀，这边也有一只。我们要接着去参观第2个洞穴啦。这个是3点45分的团，一样在凉亭这边集合，也是要先听一下 Ranger 的解说。我们要搭这台巴士，要搭10几分钟。刚刚 Ranger 主要是在讲蝙蝠白鼻病，这是一种蝙蝠的皮肤病，这已经造成很多蝙蝠死亡了。Ranger 还要提醒参观洞穴的时候不要触摸洞穴的墙壁或地层，因为手上的油就可能会导致它们停止生长或破裂。好像是我独自升级哦，要去地下城。猛犸洞的岩床大约形成于3.6亿年前。但猛犸洞的通道是直到1500万年前才开始成型，最高的通道则形成于200万年前。目前猛犸洞内有5个不同的通道层次，
包括4个化石层和现代河流层。目前地下河仍继续从洞穴中流出，并流进格林河，洞穴也持续地在形成中。你看这个墙上的皱褶，这都是水流下来形成的痕迹耶，就像水帘幕一样。你看一折一折的。我们一直在往下走，听说这个 tour 啊，大概会走500多个阶梯。哇，你看这个洞，有没有下到这么深？Would you guys like to see how the cave would have looked in its natural state for those first explorers? Yeah. It's going to get a little bit dark in here, so make sure you got a good seat and you're ready to lose your ability to see for a little bit. All right, count to 3. 1, 2, 3. 前面那边有一个水柱一直流下来，这个洞口啊一直有水流下来耶。其实这个通道里面啊，石灰岩层还在不断的受到侵蚀，这个破裂的洞啊，就不断的把流过的水排出来。来了来了，重头戏来了！你看前面就是冰冻的尼加拉瓜瀑布。著名的冰冻尼加拉瓜，侵蚀的石灰岩层高达22公尺。由于非常庞大的流石构造，就像瀑布倾泻而下一般，于是便以尼加拉瓜瀑布的名称来命名。猛犸洞最常见的岩石是石灰岩，洞内有久远至密西西比时期的石灰岩。石灰岩是一种沉积岩，由于它的化学成分容易被酸性地下水所溶解。当水溶解覆盖的石灰岩，然后沿着底层洞穴的天花板或地板重新沉积碳酸钙时，便形成了各种钟乳石、石笋及石柱等。流石则是指沿着洞穴壁形成的碳酸钙片。流石会沿着壁架形成窗帘状的滑轮。猛犸洞里最引人注目的流石，便是有名的冰冻尼加拉瓜。哇，这边都是钟乳石哎！哇！这边有个水晶湖，听说以前的游客啊是可以坐船进来水晶湖参观冰冻尼加拉瓜的。水晶湖上面的墙壁啊有一个很壮观的石莲，你看它从上面一直延伸到下面来，非常的巨大，很像电影里面的异形一样。你看像不像异形？我觉得超像的。很像凶猛会吃人，然后张扬无爪的异形。哇，你看上面，人就说这个叫洞穴蟋蟀。我们本来以为是蜘蛛，结果它是蟋蟀，也是出现在洞口附近，跟刚刚的蝙蝠一样，都是在靠近洞口的地方看见的。下车一定要记得踩消毒垫，为了保护蝙蝠，也保护环境。这边有一个以前来这里的蒸汽火车介绍，我们走过去看看。以前要来猛犸洞参观的游客非常多，为了应付络绎不绝的人潮，1886年时竟特地盖出一条铁路支道，
让游客搭乘小火车直达猛犸洞。但随着汽车工业的发达，小火车的服务终止于1929年。如今只剩被淘汰的火车厢身影，孤单矗立于公园的角落。哇，这个就是露营区。哇，这个露营区一定很舒服，好多人在露营哦。哇，这现在风景也很漂亮，还要再拍汽车广告的感觉。